叶晨没想到施天齐要离开金陵的原因，竟是与人打赌输掉了记事堂，更没想到这老爷子之所以跟别人打赌，是想赢一支药鼎给自己。他有些疑惑地问道：施神医，跟你打赌的是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。施天齐回答道：那人挺狂的，只说自己姓洪，人称洪天师。洪天师，叶晨听到这3个字，忽然皱起眉头。在顾秋怡为外公送去散血救心丹之后，叶晨曾经听他说起过这个名字。据他说，此人是美国华人圈一个非常资深的道士，人称洪天师，与自己的外婆非常相熟，而且当时外公病危，他还专程赶去救治，为此还与顾秋怡发生了些许争执。在见识了散血救心丹的功效之后，此人便一心想找到炼制散血救心丹的人。在听大舅安重秋说起金陵曾有回春丹出现之后，便当即决定要来金陵寻找。顾秋怡当时特意提醒自己，以后要小心这个洪天师，不过自己当时人还在美国，所以并没有将此人当回事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此人确实已经来了金陵，并且已经找到了自己身边的人。他与施天齐打赌，不知是单纯瞧上了施天齐的记事堂，还是已经查到了自己，特地从施天齐这里找一个切入点。不过叶晨倒也没有丝毫紧张，在他看来，一个能被散血救心丹惊到五体投地的人，谅他也没有什么大本事，若真是来者不善，直接将他抓了，让洪武带去养狗场即可。叶晨之所以这么拖大，倒也并非盲目自信，只是对方的一些小细节已经透了自己的底。若是一个人见到一辆劳斯莱斯便惊骇不已，那这个人的身价大概率是买不起劳斯莱斯的。真买得起劳斯莱斯的人，就算没有劳斯莱斯，也不会觉得劳斯莱斯高不可攀。于是他便问施天齐：施神医，您都与他比了些什么？施天齐感叹道：他要跟我比号脉，要随机选1名生过孩子的女患者比试，一共比3点。第1点是号出对方的实际年纪，谁与实际年纪最接近，谁就算赢。第2点是号出对方的月事日期，谁与实际日期最接近，谁就算赢。第3点是号出对方的怀孕次数，谁与实际次数最接近，谁就算赢。一共3局，3局2胜者最终胜出。叶晨不禁尴尬地说道：施神医，我说句题外话，你们2位医生比试，猜女患者月事和怀孕次数，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？施天齐忙解释道：叶大师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些历来都是古代御医之间比试号脉的内容，虽说听起来确实有些不雅，但实际上由于女性的生理阶段比男性多出许多种，所以妇科才最能体现一个医者号脉的能力。普通的医者能在女性孕初期号出喜脉，再高一个层次的医者能通过号脉推测出孕妇的临盆日期，更高层次的医者甚至能号出对方怀过几次，产过几胎。据说有顶尖的御医甚至能通过号脉判断胎儿的性别，不过这种人只在古代典籍里看到过。好吧，叶晨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问他3局2胜，你输了几局？施天齐低下头，羞愧地说道：回叶先生，老朽输了3局。叶晨不由皱眉，对方不过就是一个道士，据我所知，道士研究的往往都是炼丹之道，对医术应该不会太过精通吧？你真会输给他3局？施天齐把头埋得更低，开口道：老朽也不知这道士医术为何如此超群，但老朽确实技不如人。叶晨又问：你们当时是怎么选的比试对象？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此人提前安插了一个患者过来，然后再登门踢馆，提出比试方法，然后暗地里勾结赢了你？这个施天齐沉思片刻，难道我并无证据能够证明，但是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说着，施天齐又一脸认真地说道：不过叶大师，道家向来讲究修心养性，那洪天师应该不会这么无耻吧？叶晨似有深意地笑了笑，随口道：若真是修心养性之人，又怎会跑到这里与别人打赌呢？
就像那庙里的僧人，教堂里的神父，如果他们整日与那些权贵混在一起，弄得一身铜锈味道，又怎会真的去修心养性？叶晨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据顾秋怡所说，那洪天师与自己的外婆颇有交情。而在叶晨看来，真正有信仰的人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淡泊名利。如果把精力都用在结交权贵上了，那他的内心又怎么可能纯粹？这个洪天师自然也是一样，他这种人想结交自己外婆那种顶尖权贵，不夸张地说，绝对是难如登天的。如果他不用几十年时间精心经营自己，宣传自己以及包装自己，他又怎么可能入得了外婆的法眼？由此也可看出，此人的功利心必然很重。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，在打赌的时候搞点小动作，难道还有什么稀奇的吗？陈小昭这时候也忽然恍然大悟，脱口道：叶大师您说的对，我觉得那人面相就精明得很，说话也特别有煽动性。当时他只是当着那些患者的面说了几句话，外公就被他搞得很难收场。当时若是不答应他，根本就下不来台。所以您说他有可能提前安插假患者进来，我觉得还真有可能。施天琪这时叹了口气，现在说这些也已经晚了，当时有那么多的患者，当场看着我输给了他，我施天琪的名号以及济世堂这3个字在金陵已经被毁了，眼下就算是明知他耍诈出千，也没有任何办法挽回了。叶晨微微一笑，这倒也未必。说罢，他想起什么，问施天琪：对了，施神医，你说他有个祖传的药鼎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药鼎？施天琪连忙说道：就是道士炼丹的鼎炉，整体约莫橄榄球般大小，看起来应该是铜制的，器型是长3足带冲天耳，还有配套的盖子，整个鼎炉的表面都有掐丝制成的龙纹，看起来做工非常精美。据他说，这是他祖上传下的，专门用来炼制丹药。叶晨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，笑道：这东西说不定还真是个炼丹的好东西啊。说罢，他问施天琪：那人有说过什么时候过来吗？施天琪忙道：他说他明早8点准时来挂他放在门口的那块牌匾。叶晨想起门口那块盖着红色绸缎的牌匾，微微笑了笑，迈步走到门外，在那块牌匾面前站定。叶晨毫不客气地伸手撕开上面的红色绸缎，霎时间露出3个鎏金大字：天师堂。叶晨哼笑一声，随后将一旁的梯子拉了过来，单手抱起已经摘下的济世堂牌子，又重新将这牌匾挂了回去。施天琪有些紧张地说道：叶大师，使不得啊，您若是将这牌匾挂上，那老朽岂不成那愿赌却不服输的老赖了？叶晨笑道：不爱的，牌匾挂上是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已经生了变故，他一定会赶过来处理，到时候我来会一会他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